我叫杨梅，我要实名举报留声歌舞团团长许文华对我女儿实施性侵，证人就是沈世彪。我不过是造了几句黄谣，怎么成证人了？以我的名义发布命令，不管许文华身在何处，立刻让他滚到我面前。还有你，沈世彪。爱人去世多年，我是女儿唯一的依靠，她的命就是我的命。哟，杨梅，又给孩子买好吃的了啊！今天是女儿作为主唱首次演出的好日子，我提前下班回家庆祝。可当我推开家门，迎接我的却是上吊的女儿。小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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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小雪啊，到底为什么呀，小雪？妈，歌舞团那帮畜生造谣，说我跟团长睡觉。妈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亲眼看见团长和杨雪从招待所走出来，那叫一个亲密哟！哎呀，我早就听说这个杨雪私生活不检点，想不到跟团长搞上关系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杨雪啊，背地里反差大着呢。哎，你们想想，咱们这台柱子一直都是方倩，那杨雪刚来几个月，凭什么给她来主唱？唱功再好，也比不上人家会卖弄风骚。一个小浪蹄子，凭什么？咱们歌舞团怎么会出杨雪这样的败类？真不要脸！你们胡说什么呢？我们胡说？人家彪子可是市里最大报社社长的儿子，我们不信社长儿子，难道信你这个破仙女吗？报社社长的儿子就可以随便造谣吗？还敢狡辩！来人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，我要让所有人看看搞破鞋的下场。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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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抓！打死嘞！打死你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跟团长睡觉，我真的没有。妈相信你，是吧？睡吧，睡吧，别怕，妈一定会让造谣的畜生付出代价，还你清白。哟，
看看这是谁来了？哟，这不是我们团长的小情人吗？沈世彪，你追求杨雪不成，才四处造谣吧？小雪，放开！小雪，小雪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小雪，你听我说。小雪，自从你上次救了我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愿意跟我？抱歉啊，沈同志，我刚当上主唱，不想分心。这么在意这个主唱？好，只要你……沈世彪同志，请你放尊重点。我呸！装什么高岭之花？沈世彪得不到你，毁了你还不容易啊！杨雪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姓张的，你别以为故意岔开话题，我们就会忘了，他杨雪的主唱位置是怎么来的？还能是怎么得来的？水来的呗！哎呀，我们呀是为了给方倩同志鸣不平。人家方倩呀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，却比不过一个破鞋女。这世界还有公道吗？杨雪姐姐，你要是这么想当主唱，你跟我说呀，我可以让给你的。何必去牺牲我们女孩子最重要的清白？那团长一大把年纪，你也不嫌恶心。哟，还真是被说中了呀！气急败坏动手打人了，快给方倩道歉！道歉！哼，这主唱的位置是我凭实力拿下的，我凭什么道歉？杨雪啊，你和团长那些阿杂事儿，我和方倩都是亲眼所见。你别忘了，我爸是全市最大报社社长。如果你今天不道歉的话，明天就曝光你破鞋女。这个好，花季少女为夺主唱不惜卖身，这个标题怎么样啊？够不够劲爆啊？你可打老子！我都不耐烦了你！妈，我没你这样水性杨花的女儿，还不立刻道歉！妈，你说什么？妈，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跟他们道歉？我妈明知道沈志彪他们在造我的黄谣，为什么要逼着我给他们道歉呢？哟，原来杨雪是你女儿，风韵犹存啊，阿姨。怎么，怕你女儿受欺负啊？沈世彪，你说我可以，别扯我妈！嚷嚷什么？人家沈同志刚才能那样说，就一定是有证据，是吧，沈同志？证据？这事儿要证据，也得问问你女儿同不同意呀？现在都讲究实事求是，凡事光靠嘴说就能成立，那我也可以说，和团长从招待所出来的，可以是任何女生，包括方倩。你大伙说是不是？沈世彪，你肯定有证据的，对不对？快说呀！好，要证据是吧？我给你找证据。看清楚了，这个是昨天在招待所团长口袋里掉出来的，这上面印着杨雪2个大字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用我多说。贴身手链，给已婚男人送贴身手链，那和直接爬床有
有什么区别呀？人家那都是男女朋友之间才送手绢呢。就是啊，手绢都送给团长了，那不就是可以吗？我都替杨雪觉得丢人。这铁证如山，你就认了吧。这手绢是你的吗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我问是不是你的？是，但是，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这手绢是我当初救沈世标的时候落下的。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！同志，同志！同志，你晕倒了，应该是中暑了。我打湿了手帕，先降温。你真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后来我问他要，他跟我说丢了。现在看来，他就是早有预谋，要造我的谣。闭嘴！铁证如山，由不得你狡辩。妈，到底怎么了？明明昨天我们……少跟我提昨天的事儿。亲生女儿说的话你不信，反倒去信一群造谣的。之前我们说的好好的，之前我那是没看到这些证据，现在人家人证物证都摆在面前了，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妈她明知道我是被冤枉造谣的，昨晚还说要帮我讨回公道，现在怎么帮这些畜生说话？连亲妈都不相信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杨雪，这真相大白了，那你这主唱的位置还有何颜面居之啊？让出主唱，滚出歌舞团！凭什么？我明明什么都没干。哦，你总说自己是清白的，但是证据呢？谁说我没有证据？哼，我有人证。那敢问你的人证是谁呀？是你自己，还是那个软蛋张辉？沈世标，别血口喷人，清者自清，无需自证。倘若需要，我就是那个证人。我坚信杨雪是清白的。都不是，证人就是团长。这要是捅到团长那儿，我就完了。团长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是团长的情人，说亲眼看见我和团长从招待所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团部找团长问个清楚。不行，不能找团长。不行，不能找团长。沈世标，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？你怕团长知道你造谣，把你从歌舞团赶出去吧？当初造谣扯上团长，真是想吓吓杨雪。这要是捅着团长呢，我可就完了呀！团长怎么了？团长也得守规矩。没错，是非自有定论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今天就非得带这个贱人受到惩罚。这帮蠢货是想害死我吗？彪子，团长最近时间出差，来回至少得1个月。沈世标，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怕？你都没怕，我怎么怕？好，咱们就找团长，找团长当面问清楚。我呀，好让你这个贱人死心。请进。指导员，团长去开会了吗？团长去外地出差了，要1个月才能回来呢。
我先忙着开会去。哎，对了，杨雪，这是团长出发前叮嘱我务必送给你的。您确定这是团长送给杨雪的？不会有错吧？整个流声歌舞团只有他一个人叫杨雪，错不了的。杨雪，这可是盒装点心，全团都没几个人吃过。团长还特意说是送给你的，你还敢说和团长没什么关系？这种点心我们有钱都买不到，更何况还是团长送给你的。是啊，这上面还贴心写了杨雪的名字，两个人真不知廉耻，指不定私下干过什么事。难道团长和杨雪真有点什么？有巧不成书，正好圆了我捏造的谣言。哎呦，送给杨雪，亲爱的杨雪同志啊，现在人赃俱获，你还想怎么狡辩啊？这不可能，他为什么送我这个？杨雪，你不会为了撇清跟团长的关系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了吧？名字是我的，但这点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大家要相信杨雪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哼哼，误会？一句误会就想撇清？杨雪，你自己说说吧，这团长为什么对你这么冷静？就是我够了，一个点心而已，兴许是团长看杨雪排练辛苦，奖励她吧。再说，就算你们不相信杨雪，也该了解我们许团长的为人吧。哼哼，这个难说呀。如今这世道，知人、知面、知心啊。再说呢，这字条还有这点心，就是你勾引团长最好的证据。多谢你仗义直言，否则就因我们团里某些人作风问题，连累了大家。沈世标同志明察秋毫，而你杨雪却想要栽赃嫁祸。多亏了沈世标啊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被蒙在鼓里。看吧，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。杨雪，你勾引团长，破坏团长婚姻，这些事儿啊，证据确凿。我劝你啊，趁早坦白，让出主唱的位置，主动退出流声歌舞团，这样啊，才能平息众怒。沈世标，你这么处心积虑造我的谣，不就是想逼我让出主唱的位置吗？你休想！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？昔日四处招惹男生，现在证据都摆在面前了，还死不认错。这个主唱，你还有什么脸可当？我妈都不相信我，为什么？你明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之前是我教坏了女儿，叫她走了歪路，给大家添麻烦了。我杨梅在此向各位郑重道歉。我妈居然要给这些人渣鞠躬道歉。不，我没错，你不要鞠躬。我替我女儿向各位道歉，但也请大家给我女儿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赎罪？那我倒想知道你打算怎么赎罪？是啊，那前脚你们认了罪，我们后脚刚走，你们就翻脸不认账。我听说1周后的今天，流金歌舞团会有文艺汇演，演出当日，我女儿当众承认错误，并给所有人一个交代，并宣布辞去主唱的位置。你说真的？杨雪，坦白说，你当着主唱，我是心服口服的。哎呀，只不过你与这团长的私情风波，难以抵住这悠悠众口。不过，倘若你主动辞去这主唱的位置，那你跟团长的那些破事儿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不过，阿姨，空口无凭哦。今天在场的各位都可以来监督，欢迎大家1周后来演出现场，见证我女儿
改过自新的时刻。好，我一定去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这下，你们该放心了吧？嗯，啊，咱们1周后大礼堂见。哦，对了，连你亲妈都不相信你，杨雪，你活得可真失败呀！沈志彪，你个王八蛋！杨雪，别理他们，我相信你。杨梅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杨梅，我恨你，我恨！杨雪，小雪，妈妈对不起你，但这是唯一能帮你澄清谣言的希望。杨雪这样不会是怀孕了吧？你们别瞎说，杨雪怎么可能怀孕？那这是什么？这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杨雪的名字，有孕。是，哼，我不知道这东西从哪儿来的，而且你应该知道，病历单是可以造假的。哼。哎，刘医生，这检查是你做的吗？这字儿是你签的吗？那有人说我病历造假。是我的字，检查是我的。啊，你们听到了吧？她就是怀孕了。但是，是您做的就行，就怕有人啊恶意揣测。对。你是想说什么？这孕检和小雪有关？他根本就不配当我妈。杨梅阿姨，小雪还是不愿见您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，倒是多亏了你这几天一直陪着她，麻烦你了。阿姨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替小雪认下那些谣言？哪有什么谣言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你怎么能信他们的话？你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传这些闲话吗？说您胆小怕事，教子无方。不但您的先进个人被别人顶替了，就连厂里给您的分房资格也取消了。您这样委曲求全，到底图了什么？当然，图个正义。像沈世标那种为民发声的正义之士，就应该受到嘉奖。哎呀，整天吊儿郎当，游手好闲，说了你多少次了？哼，起来！沈社长，哎呀，我可找着您了。您是？我叫杨梅。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来跟我爸告状的？姓杨的，你是想毁了我吗？我今天来呀，是给沈世标同志送锦旗的。正义卫士为民发声，
这好，这还真是锦旗，赠沈世标同志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。难道沈世标知道了我的打算？哎呀，你不就是害怕我报复你们，所以才特意赶来示好，对不对？还好是虚惊一场。阿彪，还不请阿姨坐下？是，请。哎呀，你去会议室把我的文件拿过来。哎呀，杨梅同志，这锦旗是怎么回事啊？沈社长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女儿被坏人欺负了。啊！多亏了沈同志主动出来当证人，仗义直言，解救我女儿于水火，给了她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这还有这事儿？当然有，我和歌唱团的成员们都商量好了，下周汇演的时候当众表彰她，给她个惊喜。这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有，当然有。哎呀，好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办。那个爸，您刚跟杨梅阿姨聊什么呢？哎呀，阿彪，你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啊？哼，阿彪，行啊，竟然偷偷瞒着你老爸，匡扶正义，很有我当年做记者的风采啊！呵呵。啊，我没听错吧？我爸居然夸我了，平生头一回啊！看来这个杨梅是专程来示好的。不过夸你两句也不要骄傲，要时刻谨记，做一个正直有担当的人。沈社长，我看平时有些人对沈同志有些误会。对，我看这锦旗不如就挂在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，让来来往往的人啊都能看见。好，那就这样办。臭小子。哎，领导这边。领导来了。哎，领导好。妈，其实你知道我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认下根本没做过的事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难道真的要让我当众毁掉自己的事业，会清白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雪儿，妈永远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事到如今，也都该告诉你了。队长，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如果那天再晚一点，我看到的就是我女儿的尸体了呀！杨梅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沈世标他爸是报社的社长，有名有姓，可你和你女儿呢？沈世标那个纨绔，向来睚眦必报。与其你这样四处求人啊，不如带着你女儿去赔个礼，道个歉，这事儿啊就过去了。我们是受害者，还要给他们赔礼道歉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
哎呀，你就别固执了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说不定你女儿之前就得罪了他。你什么意思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省里的周领导下周可能要来这看演出。我可听说厂里给你分房的事儿还没定呢。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这分房的名额吗？你要是丢人丢到了领导那儿，你努力了大半辈子，排到的房子住不到不说，搞不好最后你们娘俩还会落一个无家可归的下场。既然你们非要污我女儿清白，那我就让谣言变事实。你们不是说我女儿和团长有苟且之事吗？那我就让你们这些造谣的人当证人，我倒要看看，等领导来了，你们这些谎言还能不能演得下去？到那时，到底谁死谁活？接下来，请欣赏独唱节目歌曲《绒花》。妈，原来你什么都明白。你是要把这些造谣者拉下水，要看他们一个个跳进自己给自己挖掘的坟墓。那我就配合你，完成这次演出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是过来道歉的吗？怎么唱起来歌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世上有多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，阵阵银光绽花开，沥沥鲜血染红它。唱得真好，不错。是，真是。满山呀，唱得真好啊！唱得好，嘿嘿，好。好，唱得好，好，哎，唱得真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把它给我！抢我话筒干什么？哦，他是谁啊？他要干啥呢？我叫杨梅，我要实名举报流声歌舞团团长许文华对我女儿实施性侵，证人就是沈世彪。我要实名举报流声歌舞团团长许文华对我女儿实施性侵，证人就是歌唱队的沈世彪、方倩和李斌。
怎么回事？哎，领导，你息怒，这女人精神有问题，我们现在就把她赶下来。我看谁敢动！什么？团长竟然侵犯了杨雪，这什么惊天大瓜呀！那可不，今天可有好戏看了。这团长平时也不是这样人面兽心的人啊。领导，许文华对我女儿下了药，侵犯了她，致使她怀孕失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这位同志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领导，天底下有哪位母亲会拿自己女儿的清白去造谣啊？而且这件事情整个歌舞团的人都知道，大家都可以作证。尤其有一个叫沈世彪的，他说他看见团长和我女儿一起从招待所出来，而且沈同志那里还保存着我女儿的孕检单。这位沈世彪同志呢？这位沈世彪同志呢？沈世彪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啊？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事在我们这儿都传开1周了。有人说是杨雪作风混乱，现在又说是团长欺负了杨雪，不知道到底是哪方说的是真的。对啊，领导，我女儿才刚刚满20岁，就受了奇耻大辱，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，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杨梅同志，您的心情我们理解，可现在演出还没有结束，等到演出完，我们一定……还等什么？难道这件事还不够大吗？演出立刻暂停，通知警方协助，务必彻查此事，不能让任何同志受蒙冤。是，我现在立刻去。还有啊，无论许文华在任何地方，立刻让他滚到我面前！立刻让他滚到我面前！是。不愧是领导，这雷霆手段真让人安心。是啊，听说警方马上就到，还开启了专项调查组。杨雪同志，不要怕，组织一定查明真相。你只需要跟我说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关于那天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领导，之前他一直在医院里面休息，如果当时他被坏人下了药，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也是正常的。不过，在许文华过来之前，我需要很多的证据。啊，李斌和方倩也是咱们歌唱队的队员，他们自己说和沈世彪一起看到了案发现场。完了，怎么突然赖到我们头上了？早知道当时就不跟着造谣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该死的杨梅，为了给领导告状，居然真承认女儿跟团长睡了。你们就是李斌和方倩？你们还记得当天的具体情况吗？你们怎么不说话？李斌、方倩，你们不要害怕团长，有什么就如实说。别忘了，你们可是见义勇为的小英雄。说啊说啊！这要让领导知道咱们在造谣，不会把我们拉出去崩了吧？要不说都赖在沈世彪头上。看着我！你们当时看到团长和杨雪在哪个地方？没看见。没看见。不是，你们之前还不是说你们亲眼看到了吗？现在怎么还改口了呀？哦，我之前都是听沈世彪说的。是啊，都是沈世彪说的。难道你们之前都是在造谣？没在造谣，没在造谣。哎呀，总之有什么问题就去问沈世彪吧，都是他起的头。对，
我们顶多算是道听途说，这是彪才是真英雄。哎呀，领导，我这肚子突然有点疼，我得上个厕所。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节目还演不演了啊？领导，为了整这大字报，差点来晚了。希望没错过那母女俩的公开道歉吧。不过那李斌也是个胆小鬼，还害怕礼堂人多控制不了秩序。谁没听过我爸的名儿啊？反正团长也不在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哼！喂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节目还演不演了啊？领导，他们怎么都这样看着我啊？沈同志，你终于来了。领导，这位就是刚才说的沈世彪同志。就是他？对呀，沈同志平时虽然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可关键时刻比谁都仗义，肯为朋友两肋插刀。这次也是多亏了他。是吗？沈同志啊，杨雪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事情的经过果真是你亲眼所见吗？事情的经过果真是你亲眼所见吗？领导也知道杨雪道德败坏的破事儿了，看来我真是错过了杨雪的公开道歉啊。那何止是亲眼所见啊，那简直就是我的亲身经历。我前面所说的呀，绝对没有半句虚言。不错，杨梅说的没错，这个孩子果然是仗义之言，品德高尚。领导，您打算怎么处置啊？人总是要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。哎呀，领导，您这话说的可太好了，我感觉啊，咱们就是知音。只可惜，我真的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，竟然犯下这种错误。哎呦，我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呢。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对，这必须严加惩罚，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领导，您听我说。不用说了，领导，你看，我连他们的作案证据我都带了。不错，这证据保留得很好。那你就说说，最开始你是怎么发现团长的禽兽行为的？谁？团长？这禽兽？谁？团长？对呀，大家都知道你是揭露此事的头号大功臣，现在大家都在，你就讲一讲，你具体在何时何地看到了团长对杨雪的意图不轨？我想惩罚的人是杨雪啊，怎么矛头现在反而指向团长了呢？难道要我在领导面前直接造谣团长不成？这和要了我的命有什么区别啊？怎么了，沈同志？你不想配合调查了吗？难道你不想让恶人受到惩罚？不是，我有点头晕。怎么回事？领导，沈同志啊，可能是怕得罪大人物，一时打了退堂鼓，这也是能理解的。沈同志，你不要害怕，看见什么说什么就是。是啊，彪子，你不是一个人在跟团长作对，我们大家都支持你。没事，彪子，勇敢说出真相。对啊，说吧。沈同志，有我在，也不要害怕得罪团长。难道黑白颠倒了不成？你就实话实说就行了。就是啊，既然是亲眼看到的事情，就没有说不出来的道理。来，沈同志，喝点水啊，休息一会儿，
就都想起来了。领导啊，自从沈世彪同志发现了团长的禽兽行为后，一直为我女儿打抱不平，很是关心我女儿。想要彻查此事，一定离不开沈同志的帮助。好，我记住你了，沈世彪。心系同志，称得上保护女同胞的大功臣。这次如果检举成功，一定重赏，到时候我亲自给你颁奖，并且把你并列为各团部重点学习对象。可以啊，彪子，佩服！勇敢作证，匡扶正义，时代需要沈世彪这样的英雄。沈同志，你现在可以说了吗？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领导，我根本就没想检举团长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说你们都别夸了，我根本就没想指控团长。沈同志，之前在你父亲办公室的时候，你收锦旗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呀。锦旗？什么锦旗啊？上周我从沈同志那儿得知我女儿被侵犯的事情，后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她为正义发声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一面锦旗，送到沈同志父亲那里，也就是沈社长的办公室。锦旗的上面写着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正义卫士，为民发声。没错，这8个字我也看到了。这个沈社长啊，逢人就说，那骄傲坏了，这谁不知道？沈同志啊，你和你父亲都收下了锦旗，那你在谦虚有什么呢？别谦虚了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我没有啊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你要再这样坚持谦虚下去，你就是在妨碍公务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不过晚来了10分钟，事情怎么突然转到这一步了？李斌，李斌，他不用喊了，他早就走了。我去，真就是个废物。李斌和方倩都已经否认了自己证人的身份，现在的证人只有你一个。那我也否认我证人的身份。沈志彪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认为说否认就否认了吗？这件事关乎一个歌舞团团长的生死，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领导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他是他。哎呀，本来都说的好好的，谁知道他们今天又……哎呀！沈同志，你这他的说的是啥呀？不会是被吓傻了吧？是啊，大家都知道的事，也不是想否认就能否认的呀。是。领导，沈同志之前一直都很勇敢，为受害者、为我女儿发声，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呀。今天沈同志突然改口，会不会是受到某种外部的威胁，让他心生恐惧？你是说他很想作证，是有碍于某些威胁，心生犹豫？没错，不然实在是没法解释啊。威胁？谁啊？难道是团长？会是什么威胁啊？难道真是团长？哎，真是团长！还有团长夫人！是团长？怎么可能是团长？他不是要1个月以后才能回来吗？妈，团长怎么来了？他不是……怎么，你不高兴团长来吗？我当然高兴了，团长来了，咱们胜算就更大了。领导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歌舞团谁有这事儿？这歌舞团就是你惹的祸。我又惹什么事儿了？我问你，你对杨雪同志做了什么？给我老实交代。杨雪？谁是杨雪？还在装？老雪，她就是杨雪。哦，那个杨雪啊，我什么也没干呐。许文华，不要在这嬉皮笑脸，说
到底干了什么伤天害理、见不得人的事儿？领导，您没事吧？你所说的我怎么都听不明白呀？你问他。沈同志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没有。大男人敢做不敢当是吧？好好，许文华，等我把证人叫过来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我什么也没干，领导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沈同志是拿了什么呀？都被我踩脏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道德败坏，害群之马。难道这是在说我吗？除了你还说谁呀？领导，你说有紧急事情，我就立马赶回来。我一赶回来就挨你一顿骂，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你问他。沈世彪同志，你这几个字是在说我吗？是啊，不是？我乐意接受同志们的一切批评，但能否请你讲清楚，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？不然啊，我想改正错误都不知道从哪里改起啊！各位同志，我许文华的为人大家都知道，虽然平时对大家严厉了一点，但也不至于道德败坏这个地步吧？还害群之马，这又从何说起啊？沈世彪同志，我到底是在哪里得罪你了？他叫沈世彪，他说团长下药给杨雪并侮辱了他，因为他亲眼看到团长和杨雪从接待室里走出来。有这种事？他还说团长让杨雪怀了孕，人家还带了证据，孕检单什么。许文华，你到底认还是不认？冤枉啊，领导，我什么也没干呐！死到临头了，证人都说了，你还什么都没干。就因为我造谣枪毙了我们团长，我不得被枪毙好几百回吗？小霞，我错看了许文华，让你受了委屈，更让杨雪同志不明不白遭受了报信。领导，我想替我家老许问一句，这位沈同志，你具体是哪一天看到我家老许和小雪在一起？上个礼拜六，就是我们唯一演出的前一天，我记着呢。是啊，我们都忘不掉的事，怎么到沈世彪这儿偏偏忘了？礼拜六？对啊，不可能啊！奇怪，太奇怪了。领导，您是说哪里奇怪了？上个礼拜六，在演出的前一天，许文华和小霞都在我家吃饭，而且那晚离开的很晚，还有几个连长，他们可以为这事作证啊。领导，你看，我就说我是被冤枉的吧。事情居然还有反转，难道团长和杨雪是清白的？领导，那天吃完饭我就直接回家了，小霞一直陪在我身边。对啊，沈同志，这盒点心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是沈世彪带来的证据，是团长亲自送给杨雪的。小霞，你又笑什么？小霞，你又笑什么？这就要问沈世彪同志了。沈同志，难道你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？你说你上周六见到我丈夫跟小雪一起在招待所出来，你根本不了解我丈夫的行踪，连日子都对不上。是啊，沈同志，你到底有没有亲眼看到团长和杨雪在一起啊？我都被你整糊涂了。沈同志，你还要沉默多久啊？彪子，你说话呀，彪子。是啊，沈世彪，如果你真的看到了，那就把你看到的东西如实讲出来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说什么说？再说下去，别说是我爸的报社都得关门倒闭了。沈世彪，你现在再不说，就真成了污蔑歌舞团团长的造谣者了。你难道想让李雪他们得逞吗？你以后没法做人了，你快说。事到如今，我要么是检举有功的大功臣，要么是污蔑团长的千古罪人，不如一条道走到黑。团长又怎么了？我一样给你扒下来，反正我有证据。我说，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团长和杨雪不干净，
这盒点心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知道您作为团长爱人，为团长发声的心很急切。哪个女人愿意自己的丈夫不忠贞？但那天在团长办公室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点心只有杨雪有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，而且上面有字条为证。那天我们都在，的确是团长送给杨雪的。您刚才说我说团长和杨雪出入招待所的时间对不上，那可能是我忘了，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但是这盒点心，团长只送给了杨雪，其他人都没有。这个你又作何解释？是啊，的确没法解释。对，这日期可能搞错，但这上面的字条可是我们当天所有人一起看到的，这事做不了假。就唯独送给杨雪一个人，谁听了不会多想啊？团长还有夫人能干这种事，太过分了。说不定是杨雪先勾引的团长呢。这就是你的证据？这就是你的证据？没错。你确定这包点心就是最初的那一包？你不怕有人做手脚？为了防止你们破坏证据，这盒点心我一直存到现在，没有任何人动过它。这下你们还怎么抵赖？许文华，你还挺浪漫，送点心，这字条龌龊至极。领导啊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。许团长，我猜你又要说此杨雪非彼杨雪吧？可惜了，我已经查过了，我们留声歌舞团只有一个杨雪。许团长，你别想再找任何借口。对。笑得出来呀，都是你惹一身麻烦。领导，听他说。领导，这盒点心和我没有关系，这都是小霞送的。团长夫人送的。许文华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领导，我用我的职务担保，我没有胡说。如有半句虚言，我愿意接受立即被革职的处罚。小霞，这点心真是你送的？没错，领导，这盒点心啊，确实是我送给小雪的。胡说！这点心就是团长送给杨雪的，我是亲眼看到的，他们也亲眼看到了。对啊，当初指导员亲口说的是团长送给杨雪的。张阿姨，我知道你有一肚子怨气，但你也不能为了面子是非不分啊。我是非不分。同志们，如果我丈夫许文华有任何违纪行为，我会是第一个站出来举报他的人。不过这件事情确实与他无关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啊，你不能让大家都蒙在鼓里啊。小霞阿姨，您不用说的。没事儿，小雪。事情啊是这样的，之前呀，小雪帮助过我，与我有恩，我为了呀感谢她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手工师傅做了这份点心，想送给小雪。但是呢，因为小雪同志整天忙着排练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，所以呀，我就委托我丈夫把这个点心啊替我带给小雪。我工作一忙起来啊，就把这事儿完全忘了。想起来的时候，因为要出差，就把这个送点心的任务啊交给了指导员。但您却忘了说，这是您爱人送的。没错，就忘了提醒这一点，就造成了现在这种误会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够了，这种谎话你们也信？就是，真不知道这杨雪有什么好的，你们都帮她说话，甚至编出这样的谎言，我偏不信。空口无凭，你如何证明你说的是对的，而不是为了包庇团长所编出的故事？还没有跟你们算污蔑造谣我的账呢，你们又在这里狗吠了。小霞，你们如果有什么证明，可以拿出来，给大家证明一下。领导，我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。很简单，你只要打开这个点心盒，你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沈同志，你不是很宝贝你手里那盒点心吗？废话，这可是作案证据。想必你从来没有打开过它吧？
我打开不打开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影响不了团长和杨雪有不清不楚的关系。小霞，难道这盒点心有什么说法吗？如果沈同志真的打开过这盒点心，就不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，来诬陷我的丈夫和小雪。难道那盒子里面真的不是点心？不是点心还会是什么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难道这里面暗藏玄机？不过证据已经摆在明面上了，就不信他还能变出什么花样。打开就打开，大家都看着，别让他们又耍什么花招。我还以为能变出什么稀奇的东西，啊，不就是个点心吗？啊，这不还是点心吗？是点心没错，但你们看看这盒子上面印的什么字？盒子上有字。小霞，这盒子上刻的啥字啊？小霞，怎么会是你的名字？没错，是我的名字。我经常在这家师傅这里盯做点心，只要当做礼物送给你，我都会让师傅在这盒子上面印上我的名字。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吧，全市好几家手工师傅都知道吧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没想到，这盒点心真是团长夫人送给杨雪的。原来真的和团长没关系啊。可能你就不认识杨雪，你为什么要送点心啊？这肯定是团长送的，然后委托你去定制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小霞姐，这点心上的字条是你写的吗？是我写的。那就好办了。大家不就是想知道这点心是团长送的，还是团长夫人送的吗？言语说不清楚，不如请团长和团长夫人现场写一遍“送给杨雪”4个字，将笔迹一对比，真相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对啊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好，我现在就可以写。沈世标同志，你说好不好呀？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？这是那张点心上的字条，而这张是团长写的，不像啊。这完全不一样啊！哼，说不定团长故意改变了字迹。这张依然是点心上的字条，而这张是团长夫人写的。天哪！对，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沈世标，如果盒子上印的名字不能证明是团长夫人送的，那这一模一样的笔记，你有什么解释啊？是他，都是他，他一早就知道是团长夫人送的，你为什么不早解释啊？因为他在替我保守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啊？小霞阿姨，您真的不用说的。小雪，事已至此，阿姨的面子远不如你的清白重要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歌唱梦，今年终于鼓起勇气报名了我们单位的联欢会的独唱表演，但我却偏偏五音不全。唉，小霞阿姨，我来教你。好。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家乡，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在希望的田野上。小雪，阿姨是不是太笨了，一点音乐天赋都没有？小霞阿姨，你要相信我的教学能力呀！我当然相信你了，你可是咱们歌舞团歌唱队唱功最好的。如果呀，连你都教不会我，那就没人能教会我了。没事，阿姨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小雪，阿姨能不能跟你提个要求？您说。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，我五音不全的事儿，能不能替阿姨保密啊？阿姨您放心，我绝对不外传。好，那我们再练一遍。我们的家乡。后来
我的演出非常成功。为了感谢小雪对我的悉心指导，我亲自去做了这盒点心去送给她，没想到却被有心的人利用，感谢的礼物却沦为诬陷的把柄。杨梅同志，对不起，你有一个有情有义又有本事的好女儿。如果不是为了守着我这不大不小的承诺，小雪也许早就解释清楚了。居然是这样。是让你和小雪受委屈了。您千万别这样，我的确非常震惊，但这不怪你，要怪就怪一开始造谣的人。你这个穿肠烂肚的撒谎精，所以从一开始，你口中的禽兽团长就是建立在你几句空话上，证据你都拿不出来，证人你都找不出来第二个，所以从一开始你说的都是假的，你把我和我女儿骗惨了。你们说，到底为什么说团长欺负了我女儿？难道就是为了造谣吗？说！我没撒谎，我没骗你，我还有证据。哦，骗子是吧？诬陷同志的坏人。等着，这是杨雪的孕检单，杨雪已经怀了孩子，之前可能是我看错了，那个人不是团长，但是杨雪有了孩子，就算这个孩子不是团长的，也是其他男人的，照样可以说明杨雪作风有问题。不是团长又如何？有我这张做过手脚的孕检单，一样能把你杨雪踩在脚下。你还真是执迷不悟，欺负我女儿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？这您就生气了？你也不希望有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吧？以为我谋划这么久没有准备吗？这个把柄可是你亲手递到我手里的，要怪只怪你自己蠢。知情人出来吧。我可以说明，沈世彪拿了孕检单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刘医生吗？歌舞团大大小小的病都是找他看的，他来这干什么？刘医生，刚刚你说你知道这张孕检单是怎么回事？是他，方倩。刘医生，你可别乱说，不是我的。白大褂，你瞎扯什么呢你？方倩，当初你找刘医生让他为你伪造证据时说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哎呀，刘医生，你就帮我把这病历单上的名字改成杨雪的吧。你简直胡闹！怀孕的明明是你，我怎么可能改成别人的名字？你这是病历造假，是要坐牢的。哎，刘医生，杨雪都已经同意了，就改1周，1周后我再改回来。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可能帮你这种败坏医德的事。你不帮我，自己来。明明是你自己怀孕，你却把名字改成我女儿的，你还有做人的良心吗？我没有。刘医生，你身为一个医生，私自向外人泄露别人隐私，你还有医德吗？抱歉，你擅自改病人的名字，诬陷同事，我如果不站出来，那才是最没有医德。王倩，你给我好好解释一下。我没有，是刘医生，他和杨梅他们2个串通起来诬陷我的。真是的，一个歌舞团的医生突然帮外人说话，这个人人品一定不行，大家一定不能上当。就是，这刘医生和杨梅也不知道什么关系，他们2个是串通好了的。哼，方倩，你在我这里做过3次孕期检查，报告单全部在这里，你不会真以为医院没有备份吧？居然真是方倩！到底为什么？哼！到底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打了吗？这是我的孩子，我凭什么打掉？哦，原来方倩怀了沈世彪的孩子，怪不得他们俩会在招待所里。原来不要脸的另有其人呢！领导，我有义务保护歌舞团成员的隐私，但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捏造事实去诬陷另一个无辜的同事。做得好，刘医生，你守住了一个医生的底线。我代表组织对你及时出来作证表示感谢。你忙去吧。
好的，领导。阿彪，这毕竟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负起责任啊！你一早想嫁给我，所以故意怀孕，拿孩子绑架我，是吗？我才22岁，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却一直推卸责任，你怎么对我动手？我不管，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你今天说什么也要给我说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是不可能娶的。还有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种，赶紧打了吧。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当初我就不该相信你的话，和你做这些下贱的事情。沈世彪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沈世彪当初根本就没有看到团长和杨雪在招待所，这一切都是他的恶意造谣。杨雪的手绢也根本不是在团长那里整的，而是沈世彪故意藏起来，又诬陷杨雪。我是沈世彪的女朋友，这些我都可以证明。什么？啊，没想到是这样！大家安静。方倩，你继续说。沈世彪之前追求杨雪不成，一直怀恨在心，发誓要在今天文艺演出上毁了杨雪。只是我们都没想到团长和领导会来，更没有想到刘医生会突然来做场。沈世彪心思真恶毒哦！他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害群之马。这方倩联合沈世彪做这种事，一样该罚。沈世彪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不是我，没错，是他，一直都是你做的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人都是你收买的，然后栽赃陷害我，对不对？你们所有人都想陷害我，还真是倒打一耙呀！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，真是太高看你自己了。难不成歌舞团的所有人都要牺牲宝贵的演出时间，就为了陷害你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毛头小子？我靠，我真看不下去了！沈世彪，明明是你陷害人家女儿，你还反咬一口。是啊，看到风向变了，不利于你了，就说杨阿姨诬陷你了。人家杨阿姨送你锦旗的时候，你一口一个好，就没见你拒绝啊！真是墙头草，随风倒。事情怎么变成这样？该怎么办？保安，给他带走。沈同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沈同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起开！凭什么抓我？沈世彪，你故意诬陷团长和同志的私生活谣言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立刻送到执法队，严惩不贷。我没有。没错，一切都因沈世彪而起，就不能开这个造谣的头。胡说！我可从来没有说过看到团长和杨雪在一起。怎么没说过啊？怎么没说过？一开始就是你说的。你们这群骗子！你们说我说过，我就说过吗？都是他诬陷我。领导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个杨梅，她为什么什么话都要往我身上泼？为什么总要强调我是这个证人？这一切都是他想陷害我。团长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，团长德高望重我不知道吗？这一切都是你布置好的局，一切都是你红口白牙瞎掰扯。看来沈世彪是看杨阿姨没有证据不能溯源，然后顺理成章是吧？领导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过呀。沈世彪，你人不大，倒比我想象的要无耻很多。你才无耻啊！怪不得你送我锦旗，你就是想让我坐实这个证人的身份。既然你说你从来没有说过团长和我女儿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，那我们就来听一听，你这证人的身份到底是我坐实的，还是你自己亲口坐实的？杨雪，你和团长举止亲密的从招待所一起走出来，我和方倩都是亲眼所见。我爸可是全市最大报社的社长，曝光你就是随手的事儿。我果然没记错，就是沈世彪说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老巫婆，你什么时候录的？歌舞团排练常年用到录音机，一不小心录进去了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哼，原来是那时候。我没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儿，还不赶紧跟她道歉！我说你怎么一开始就让杨雪给我道歉？我以为你胆小怕事，甘愿受一点委屈。原来那时候你偷偷在录音，害怕被发现，故意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对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
我只知道录音机不会说谎，你就是谣言的源头，你就是谣言的源头。要不是有录音在，还真拿你没什么办法。我就知道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被沈世标给骗了。证据现在在这里摆着，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？沈世标，你恶意诬陷同志，造谣领导，直到现在，不仅不认错，还在诬陷别人，企图脱罪，你知罪吗？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今天应该是我的好日子，看杨雪当众出丑，也是我爸给我的惊喜。怎么会这样？死老太婆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！沈世标，我给你的惊喜，你喜欢吗？你故意给我录音，是你故意当着我的面打你女儿，让我放松警惕。你早知道怀孕的是倩倩，所以请来医生。是你往我爸办公室送锦旗，坐实我的证人的身份。这一切都是你精心策划好的，对吗？废什么话！你死定了！不可能，没说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爸，看到了吗？我爸来救我了，谁死谁活还不一定呢。爸，你来救我了！爸，你来救我了！畜生！畜生！团长，领导，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都是我教子无方。爸，那天这个姓杨的来报社送锦旗，他就是早就策划好了，就是为了让我当众出丑啊！你这个丧尽天良、不知悔过的东西，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造谣同志，诬陷领导，当众侮辱长辈，把我们老沈家的脸都给丢尽了。爸，您不是说要给我惊喜吗？惊喜？要不是领导派人通知我，我到现在还要被蒙在鼓里呢。就因为你心思龌龊的造谣，才会让杨雪蒙冤病倒，才会让杨梅同志在单位里被人戳脊梁骨，差一点没了分房的资格，让全歌舞团上上下下所有人陪你胡闹到现在。你说，以上哪个责任是你能担当得起的？逆子还有脸要奖励？团长、领导，还有各位同志们，我在这里明确我的态度。沈世标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背离了我们沈家的祖训家风，请各位领导严厉处置，让他好好受个教训。我绝无半句怨言。哎，爸，你真不管我了？别叫我爸！别叫我爸！沈世标，连你爸爸都承认错误了，你还不认错吗？好，我说，是我造了他的黄谣。你终于肯承认了。我就是看不惯他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我就是想把你的名声搞臭，我就是想让你从主唱的位置上下来。我做的这些，我付出一切代价，我也愿意。天哪，他怎么这样啊？好啊，沈世标，你终于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是吧？但是团长，我真没想造谣您的。那天我就跟倩倩随便说说，我没想到传得这么快。我从始至终冤枉的只有杨雪她一个人。沈世标，你这是什么三观？难道普通同志就可以任意伪造证据，随意陷害吗？当然不是。领导，执法队马上就到。执法队？我不要，领导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流金歌舞团出了你这样的害群之马，我许文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不过，你最对不起的，应该是另有其人吧？杨梅阿姨，小雪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我去广播上，去大街上，我去报纸上，我给你们澄清好不好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团长，您就看在我在歌舞团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帮我说说话好吗？沈世标，你做的事儿是损害了歌舞团利益，陷害同志，这是原则性的问题，我无话可说。不是我，是方倩，她为了和杨雪争主唱，她胁迫我这么做的，跟我一点没关系啊！沈世标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？
这都是他蛊惑我的呀！加重方倩的罪行，也不会减轻你的罪行一分一毫。领导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求你了！如果我进去了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我还年轻，领导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杨梅同志，你怎么想？你愿意原谅沈世标一次，给他一个改错的机会吗？我绝不原谅。杨梅阿姨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好不好？放过你？我连杀你的心都有。当初你们当众扒我女儿衣服，被你污蔑，靠身体上位，花季少女为夺主唱不惜卖身，这个标题怎么样？被你当众羞辱，当晕倒住院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有想过放过他？就连10分钟之前，你还在拼了命的用子虚乌有的事情陷害我们。阿姨，这些我都能解释，都是我一时糊涂。你就去监管所跟执法队好好解释吧。不，小雪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只喜欢你一个人，都怪方倩，我是太嫉妒你了，我是嫉妒你才造你的谣，而且这些主意全是方倩出的。我知道你也喜欢我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当时也不会救我。看在咱俩这么多年队友情的份上，别让监管所给我带走，我求你了。你的大字报是来羞辱我的，随身带着的证据也都是要置我于死地。如果今天我没有后路，我妈没有为我发声，那今天该被带走的是不是就是我了？沈世标，我已经彻底认清了你的真面目，不会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心软。你的报应来了。杨梅阿姨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都是一时糊涂啊。现在知道错了？知道，晚了。沈世标陷害同志，造谣团长，危害了全团集体利益，情节恶劣，执法队带走。不要！杨梅阿姨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害怕吗？妈，我只觉得很恐怖。如果当初不是你当机立断为我谋局，那今天被带走的可能就是我了。短短1周就攻守一行了。谣言有时候往往比真相更容易深入人心，众口铄金，颠倒黑白，站在舆论漩涡里的人根本无力招架。有时候仅仅靠真相还远远不够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当初还那样对你。傻孩子，都过去了，你也要原谅妈妈没有及时告诉你我的计划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敢想象过去的1周你是怎么过来的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。谣言就像一把刀，总是杀人于无形。造谣的人总觉得自己没错，随口一说，却忘了人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，尤其是当你说的话对别人的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的时候。归根结底，只要我们自己行正道，就不用惧怕任何言论，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。接下来请欣赏由杨雪带来的独唱《绒花》。世上有多美，天籁，简直是天籁呀！以前怎么没注意？杨雪唱歌这么好听啊！不愧是歌唱队主唱，唱的也太好听了吧！不芳华，阵阵因果。
染红花。哎，小雪来了。小雪，妈。小雪，恭喜你演出顺利结束。这话真香，谢谢你。小雪，方倩，怎么是你？你们来干什么？带他们来是来给你们道歉的。杨阿姨，小雪，恭喜你啊！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啊，之前的事儿都是我和阿彪的错，你大人大量，别和我们一般见识。对不起啊，你们会真心觉得错了，别又是故意来抢小雪风头的。啊，没有，我们这次真的是来道歉的。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发条澄清声明，就说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啊！你们还真有脸说？当初我女儿被队友辱骂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这是误会？现在外头传闲话的都是说你们俩不好的，想起来说这是误会了，不觉得晚了点吗？杨阿姨，现在全市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，报社里的人天天嚼舌根，你忍心看着我爸一把年纪了，还受这个委屈吗？连你这个做儿子的都忍心，我有什么不忍心的？我当时是一时大意，才造了几句谣，您至于这样揪着我不放吗？真是小心眼。现在我爸都要跟我断绝关系了，我好好的人生全被你给毁了。能毁了你人生的只有你自己。况且当初你不是没有机会可以挽救这一切，而你却一意孤行，最终自己越陷越深。如果当初你肯听领导的劝，坦白你造谣的初衷，趁早认错，你又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就是当初在文艺汇演现场，所有的群众都一起见证了真相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你俩是造谣者，而我也很庆幸在知道你不肯放过我女儿之后，我也没有放过你。今天的一切结果都是你咎由自取，只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我女儿有如此大的恶意。凭什么让杨雪顶替我的位置？她才来多久啊？凭什么？这是生气了？你来干什么？想不想拿回你主唱的位置啊？我当然想，我一想到杨雪那趾高气扬的样子，我就生气。可那又能怎么样？咱们可以这样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该怕的是他杨雪，我未来的社长，而你呢，未来的社长夫人，而他杨雪呢，未来只是一个任人唾弃的破鞋女。归根结底，都是你们的虚荣心在作祟，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，才害了你们自己。今天的一切结果，都是你们自作自受。所以，澄清声明，我不会放。不是我说，你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这么恶毒啊？你现在害我害的还不够吗？我害你？就是你，在那么多群众还有领导同志面前把我架起来，我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这怎么回事儿。你们还围剿我，甚至让我得罪了团长和领导。现在人人提起我，就会想起我造朋友的事。
我以后还怎么做人我？可是我怎么记得，当初那些群众都是沈同志你自己叫过来的呀？你希望当众坐实我女儿作风混乱，见证的人越多越好，却让大家意外见证了你自取其辱。哦对，还有你送的那破锦旗，现在被挂在操场上被人耻笑，甚至用来拍照上传报社，传得到处都是。这些都是杨梅你害的。是吗？清风日报，那你也算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支持你爸的事业了。沈世标，让你们来是让你们道歉的。如果你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局里。不用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端正态度啊！沈世标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得罪他？你想死可别来上我。那个澄清就不用了，原谅说明总能出了吧？你们还真是执着。杨梅阿姨，其实我最喜欢杨雪了，我最喜欢听她唱歌了。我们很熟吗？我之前是被嫉妒心蒙蔽了头脑，才会造谣杨雪的。但其实我最知道杨雪的实力了，她才是歌舞团里最有资格当主唱的人，是不是？啊，对。哎，这不是沈世标吗？就是那个造谣人家小姑娘，害人家上吊，差点惹出人命的。哦，他和他女朋友方倩，他们连流金歌舞团的团长都敢造谣，差点把团长给害了。呸！这种人渣就该滚出歌舞团，就该进监管所。说什么呢你们？滚！有毛病！杨阿姨，您看，我们也付出代价了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行好，发个原谅声明吧。杨阿姨，其实我一直都特别羡慕杨雪，我和杨雪同岁，可怜我妈命苦，甚至没看到我长大。我特别后悔，如果我妈还活着，看到我年纪轻轻，人生就毁了，她一定会很难过的。那小雪呢？你们当众羞辱她，扒她衣服的时候，想过她妈妈的感受吧？阿姨，他们现在就属于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群众一人一口唾沫，光靠舆论就能淹死他们。他们不是错了，他们是害怕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确实合理。快道歉啊！我道歉了，你们就能发原谅声明了吗？杨梅，沈世标，你放尊重点。杨阿姨，我们都已经这么惨了，您再生气也该消气了。行，对，不起，行了吧？你以为我想要的只是你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吗？你还想怎样？原谅声明我不会发，当初你们让我女儿感受到的羞辱、恐惧、绝望，我全部要你们100倍偿还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用干，你们已经在监管所，现在只要你们生活在这里一天，就会有人戳你们脊梁骨一天。以后每一天，不管你们走在哪里，在做什么，都会有人提醒你们所犯下的罪行。你们得罪的不是我和我女儿，而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公道。好，也就你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，才会觉得进监管所是什么大事。到时候等我们出来了，这日子照样过，而且啊，会过得比你们好多得多。都人人喊打了，你还想过得多好？你懂个屁呀你！别忘了，我还有我爸。这瘦死的骆驼，再怎么着也比马大。等这阵风声过去，我依旧是报社社长的儿子，不像你跟杨雪，没钱没势就会唱个破歌，到时候生存都费劲，那生活呀，不知道过得有多费劲儿啊！
没错，我已经怀了阿彪的孩子，沈社长就算再生气，也不会不认他这个孙子。没错，就冲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我们再过分，沈社长也会给我们兜底。而你妈再爱你，没有钱，没有背景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幸福。方倩，你真的要和这个当众扇你耳光、逼你堕胎、骂你贱人的男人结婚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报社社长儿子这个身份，想嫁给我的人呢，都排到黄河边上去了。跟你们这种一辈子都嫁不进这种家庭的，没什么好说。方倩，你跟沈世标还真是天作之合呀。方倩，如果你真能当社长儿媳，我祝福你。只是不知道，经过这么多事情，沈世标社长儿子的身份还能不能保得住？啊！哎爸，爸，我叫你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哼，他怎么拿着我的琴呢？你们有脸来见我？爸，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以后别叫我爸，我没有这样诬陷领导同志的儿子。爸，哼，您打的对，咱消消气儿。这儿人多，咱回家说行不行？以后这个家你就别回了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哎，来，跟爸回家。你真不要我了？哼！哎，你，方倩，我只有你了。杨梅阿姨，执法员，我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我会连续1个月在报纸上发表道歉声明，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啊，还有沈世标，他干的很多脏事儿，我都能揭穿他，只要别让我进监管所，怎么样都好说。好了，不是，方倩，说什么呢？你也不要我了。你爸都跟你撇清关系了，你还纠缠我干什么？我那还不是为了让你当主唱吗？撒开，少在这里撇清关系。你自己想的主意，你自己负责到底。这个孩子我会打掉，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如果孩子没了，我拿什么跟我爸谈判呢？他怎么原谅咱们？我呢？哪还有什么我？认清现实吧。你没看见你爸，刚才看见你躲你跟躲瘟疫。你看你自己这个样子，浑身上下哪还有扮你社长儿子的样子？我看你离了我怎么活？隔壁是万元户家的大儿子，一直在疯狂追求，谁看得上你呀？没了你，我只会越过越好。跟你的这些破事，就当是我造谣杨雪的报复。好你个贱人！同志，你说今天是带他们来道歉的，我看他们并没有什么诚心，你还是公事公办，带他们走吧。等等！你不就是想为你女儿报仇吗？现在我们都这样了，如果你还嫌不够解气的话，那这样，方倩，她扒了杨雪的衣服，今天我就撕了方倩的衣服，给你们赔罪，这样行了吧？沈世标，你有病吧？你发什么疯？你这个疯子，你毁了我们！沈世标，你残害同志罪加一等，跟我走吧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走。我去看看。
杨梅同志，我是朝阳晚报的记者。沈世标造谣案登上报纸后，获得了广泛关注。为响应群众呼声，报社决定增设专版，详细记录报道这惊世骇俗的恶意造谣事件。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也是一位母亲，看到您这样保护孩子，我很受震动。杨梅同志，您当时想过妥协吗？从来没有。可当时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劝我妥协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向很多人寻求帮助，包括执法队和歌唱队队长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劝我别闹。他们说这件事情闹大之后对双方的影响都不好，说什么越描越黑，不如忍一时风平浪静。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我完全反对他们的看法。这绝不是一件小事。对于一个女孩来说，被造黄谣是最低成本、最大面积、最深层次的伤害。况且这起不仅仅是造谣那么简单，造谣者还想置我女儿于死地，让她年纪轻轻就丢掉工作，在自己的家乡无法做人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你没有犹豫，而是选择绝地反击。不过您的反击方式十分的不同寻常，您当时是怎么肯定自己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？我当时并不肯定自己的计划能成功，是否能帮我女儿洗脱冤屈。只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，我别无选择，我只能尽我所能去赌一把。沈世标各个方面都处于高位，而我们背后什么支撑都没有。现如今如果和他们硬碰硬，不仅不会有人相信小雪的清白，反而可能会让小雪越陷越深，这完全达不到我们想要洗脱冤屈的目的。看来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，转移矛盾，让真正有话语权的人和沈世标正面对抗。许多读者都说，经过您和女儿的事儿，他们现在说话谨慎多了，以前顺嘴都是传些闲言碎语，也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大家都讲究要实事求是了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你用你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，用言语犯罪也是犯罪。没错。不过像您女儿这样的遭遇不止她一个，但是更多时候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没有足够的勇气直面恶意。你有什么要对他们说的吗？所有做父母亲的都该明白，当孩子鼓起勇气向你求助，那一刻一定是他们最无助的时候。无论怎样，请第一时间相信孩子，站在孩子一边。孩子需要知道，背后永远有人支撑自己。妈，这回啊，你们俩可算是扬眉吐气了。